嘿，大家好，这里是炫创有事林汉，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最近超火的东西，Pika AI 所推出的 Pika Face。如果你常常刷到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Short，应该会看到一堆狗狗变成气球飘了起来，蛋糕突然自己长出来，甚至有人整个画面啪的爆炸，这些看起来很炫的效果，很多就是用 Pika 这个工具做出来的。说真的，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那种要用 After Effects 搞一大堆图层 keyframe 才能弄出来的东西，结果才发现，这东西完全不需要剪辑经验，只要上传素材，点选特效 ，AI 就帮你把画面搞定。听起来是不是很爽？但是等等，我不会只是一昧的吹捧它。今天我要把它的特色优点跟一些我亲自试过的缺点，都一次讲清楚，你们自己再决定，这到底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PikEffects 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 ，PikEffects 是一组 AI 视频特效功能。Pika 本身就是一个做影片生成的 AI 平台，他们在2025年推出这个功能，重点就是一键套用，名字叫 PikEffects， 很直白，就是 Pika 加上 Effects。它的玩法非常简单，你上传一张照片或一段短影片，选择一个效果，例如爆炸、融化、膨胀、压扁，然后点击生成 ，AI 会自动判断画面主体，把效果直接贴上去，不到1分钟，你就能得到一个像电影特效一样的片段。而且不只是爆炸这么单调，它有各种天马行空的主题，像 KKFi 可以把东西变成蛋糕 ，Inflate 可以让角色像气球一样鼓起来，还有 Squish Crush， 整个画面就好像被外力挤压一样。甚至有一些搞笑的，比如 Baby Me 能把你的照片变成婴儿样子， Jungle Me 则能把人套进丛林氛围。这些都是目前官方提供的现成特效。PikEffects 的特色与亮点：一、超直白。第一个亮点就是超直觉，不夸张，你完全不需要任何剪辑基础。以前做这些效果要会 masking， 要调光影，要拉曲线，现在不用了 ，AI 全部帮你搞定。这对新手来说真的超友好。二、特效多样化。第二个亮点就是特效多样化，不是只有一种爆炸动画，它有各种效果主题，还会持续更新。比如说之前就新增了 Wizard Cat 和 It is Alive， 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已经够有梗了。对创作者来说，每隔几周就能玩到新花样，完全不怕素材老掉牙。三、AI 自动识别主体。第三个亮点是 AI 自动识别主体，这个很重要。很多特效工具是死贴，套完以后就像贴纸一样浮在画面上，超级假。但 PikEffects 会自己找到画面中的人或物，然后根据光影动态去融入特效，效果整体融合度比我预期的高很多。四、免费可用。第四个优势是免费可用，它有免费方案，虽然特效数量有限，但就算不花钱也能体验。付费版当然功能更多，速度更快，可是光是免费方案，对一般小创作者来说已经很够玩了。更佛心的是，有些输出还能拿到高清无浮水印的版本。五、社群热度很高。第五个特色是社群热度很高，很多人在 TikTok、Twitter、Reddit 上晒自己做的效果，你会看到狗狗膨胀，猫咪被压扁，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头变蛋糕再切一刀，超搞笑。因为效果夸张，所以很容易产生病毒式传播。三、实测心得与批判。我自己试了几个效果，来跟你们分享一下。首先是 Inflate， 我用了一张猫猫的照片，结果 AI 把它膨胀得像气球一样，还会慢慢浮起来。不得不说，这画面真的很疗愈，很适合做搞笑 meme。再来试了 KKFi， 我用一张手机照片，它直接变成蛋糕样子，还加了奶油质感，效果真的是魔性。但是这里就要讲到一些不足。第一个问题是生成速度不稳定，有时候很快，有时候等好久，尤其是免费用户更容易排队卡住。付费虽然快一点，但我还是遇过卡顿。
这点可能跟伺服器压力有关。第二个问题是细节不够自然，例如 Squish 特效，当手被压扁时，边缘有点怪怪的，像是橡皮泥被拉坏的感觉。这虽然不影响搞笑效果，但如果你要拿去做专业广告，就显得有点粗糙。第三个问题是光影有时候会出戏 ，AI 判断错误时，会让特效和原画面光影不一致，看起来就很假。这种状况在背景复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所以我会这样总结：如果你期待的是快速、搞笑、夸张的效果，PickFX 完全值得一玩。但如果你要做的是超写实、电影级的特效，那它目前还不是最理想的工具。4. 跟其他工具的比较，其实市面上也有其他 AI 特效工具，比如 Clean API， 有人专门拿它来跟 Pika 比较。在 Squish 这个效果上 ，Clean 的手部变形更自然 ，Pika 则是种类更多，花样比较多，所以你要看需求。如果只想要少数几个超精细的特效 ，Clean 可能更合适。但如果你想玩各种创意 ，Pika 的优势就很明显。5. 创意应用场景，这里来脑洞一下 ，PickFX 可以怎么用？1. 商品开箱，你可以在影片里先把产品融化，再突然重组出来，观众一看就印象深刻。2. 教学影片，在讲到重点的时候，突然爆炸或膨胀，观众会被震一下，更容易记住。3. 广告创意，巧克力品牌可以用 KK5 来让产品变蛋糕，这种视觉冲击很有记忆点。4. 搞笑短剧，角色被压扁或吹气球的效果，可以直接增加笑点。5. 社群互动，你甚至可以让观众点名要看你用哪种效果，增加参与感。6. 总结，最后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PickFX 就像一个特效彩蛋工厂，它的最大价值不是做出完美的专业电影，而是帮你快速生出惊喜和笑点。它适合所有人，新手 YouTuber、想玩 TikTok 的人，甚至品牌广告主，因为操作简单，几乎没有门槛，任何人都能在几分钟内做出让人惊呼的画面。当然，你要有心理准备，它不是万能的，生成速度偶尔卡顿，特效边缘可能不自然，光影有时候会出戏。但如果你能接受这些小问题，它能给你带来的创意可能性真的无穷大。最后我也想问问大家，你最想试哪一个效果？是把朋友炸掉，还是把猫咪变蛋糕？留言告诉我，下次我来挑战你们点名的效果。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这里是炫创意，我是林汉，我们下次见啦，拜拜。